生日宴上，爸爸带来个男人，宣扬他才是顾家的大少爷，是我的亲哥哥。而宴会的主人公却是个假少爷，全场都震惊了，尤其是我，只因为我知道被爸爸带回家的这个男人是哥哥的前男友，他们分手时闹得有些难看。事情起因来源于那些闲得蛋疼富二代们的一场赌约，只因他们成绩输给了于白，打球输给了于白，就连受欢迎的程度都输了。他们愤愤不平，扬言要让于白好看。有人偷偷拿来于白的书包，想要撕了他的作业，却看到我哥的照片从里面滑了出来。于是这些头脑简单的富二代们想到了个脑瘫主意，他们让我哥去勾引于白。我哥是萨比，还是个貌美的萨比，他去了。等我接到哥哥的电话时，他已经被于白卖去了鸭店。是我拿着卡去赎的人。哥哥擦着脸上的红印，骂骂咧咧，将于白上下18代都骂了个遍。我没忍住打了个喷嚏，也没忍住八卦心，哥，你被谁亲了？听到这话，我哥直接暴起，那傻逼！那傻逼戴着面具，我没看清。我无语，这智商基本告别复仇热血小说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哥彻底盯上了于白，嘴里嚷嚷着要报仇，第二天一早就冲出了家门。我立马跟上，他回头瞄了我一眼，让我回去，还说他要去做的事女孩子看了不好。我勾唇，他懂个屁，我连钙片都看过，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？不就是暴力美学吗？可是我似乎太高估了哥哥，他一个人去堵了于白，然后被于白一个背摔，砸在地上啜牙咧嘴。我惊呼，在于白看过来时立马转头，目不斜视，装陌生人。等于白走后，我赶紧将哥哥扶起来，有些恨铁不成钢，你干嘛就非得跟人家过不去呢？哥哥愤愤不平，明明是我今天状态不好，你等着我血虐他。我无语，然而我哥在找虐的路上越奔越远，乐此不疲。甚至在哥哥看不见的时候，我竟然在于白的脸上看到了宠溺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揉揉眼睛细看，原来是面无表情的冰美人。经此一战，我哥深刻意识到自己文不成武不就，样样都比不得于白，报仇无望。于是他苦恼了好几天，整个人都看了。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看不得我哥苦恼，竟又给他出了个奶主意。他们让我哥去和于白谈恋爱。我哥疯狂摇头，不行不行，那样我还会被卖进鸭店的，老子的脸都快丢尽了。他们又开始规劝，都说谈恋爱的男人智商会变低，会百依百顺，啥都听你的，你不试试就言败，那才叫丢人呢。我哥被激了，有些心动，但还是没开口同意。他们就开始七嘴八舌的洗脑，一直到我哥同意为止。现在想想，我都怀疑他们是于白派来的卧底，目的就是想把我的直男哥哥掰弯。因为我哥被洗过的脑子更干净了，毫无知识停留的痕迹。我捧着书本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，竟看到他在记笔记，上面写的满满的都是对于白的攻略计划，有些黄暴到不忍直视。我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，就为了报复男同学，你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吗？我哥抬头一脸茫然，啊？不知道啊，老六写的计划。我抿唇不语。果然第二天就看到我哥开始了行动，他追于白的方式简直就像是在追女生。送话，于白目不斜视走开，当没看到。带早饭，被吃了，一抹嘴，再见依旧是陌路人。手机每天早晚安，被无情拉黑，种种事情够我笑1年。好在持续了1-2个月也不算没用。我哥就这样将于白当女人追，若是换了旁人，肯定会觉得哥哥将他当成娘娘腔，进而生气。可于白竟然还能笑得出来。就在我哥抱怨于白难追的时候，于白则是肉眼可见的由阴郁美少年
变得开朗爱笑，有时也会开口逗我哥，就是一直不松口，同意谈恋爱。原以为这件事还要拖很久，直到我家邻居哥哥出国回来，急的人反而变成了于白。黎家和我家是世交，黎渊和我们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可他是同性恋的事情，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最起码被暗恋的那个人，我哥就不知道。发现这个秘密时，我已经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了。所以在看到他书房摆放的那张合照时，我立马就反应了过来。原因无他，那是张三人合照，我也有张一样的。可梨园这张被剪掉了一个人，被剪掉的那个人是我。剩下的两个是幼时的哥哥牵着梨园的手，笑得一脸憨傻。这对我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啊！竟然把我剪掉，我愤愤不平。梨园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有些不太正常，去了国外约见心理医生。这次回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改变。可在我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他没改。他不止没改，反而还变本加厉，一进门就将我哥抱进了怀里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我还真是怪想我们小哈的。你有没有想哥哥呀？我哥立马涨红了脸，因为此时屋内除了我们三个，还有个于白。他觉得羞耻，元哥，别叫我小名，我都已经是个大人了。梨园宠溺一笑，他温柔的摸了摸我哥的头发，好好好，都听咱们小啥的。我捂脸，平生脸皮薄，爱替别人尴尬。可此时更破防的人绝对不是我。于白的脸沉了下来，他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梨园的那只手。我想此刻他的手里要是有把刀，他会毫不犹豫的剁掉梨园摸过我哥头发的那只手。好在梨园是个懂得分寸的人，抱了一下就分开了。或许是他感受到了于白不善的目光，他看了过来，对着于白微微一笑。可我就是感觉到了其中的挑衅。我想情敌之间是不是有所感应啊？要不然为什么只是一个碰面，双方就明确了身份？梨园哥转到了我们学校，不过不是一班。每到下课，他总会变着法来找哥哥聊天。又一次他约哥哥去打球时，于白终于沉不住气，他脸色阴郁，一把拉住我哥。你不是说给我带饭了吗？我想尝尝。我哥愣了一秒，似乎才想起来要追于白的事。他挠了挠头，今天忘了带，要不明天。于白的脸色更黑。只有梨园一直笑着，大学霸，别人碗里的你还是别惦记了，这样多难看啊。于白挑眉，总比惦记了这么多年还得不到的好。梨园的脸色沉了，双方的视线似乎都在冒火花，更何况是他主动要给我带的，你说是吗？于白看向我哥，期待他此刻能给出点反应，就算是像平常追他时那样的傻劲也好。可我哥的反应注定会让他失望。哥哥挠了挠头，有些茫然，不就是晚饭吗？明天我给你们俩都带。就别生气了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我扶额不忍直视。于白气得冷哼一声，转回头去看书。梨园勾了勾唇角，半晌又平了唇角。这场修罗场谁都没赢也没输，因为处在风暴中心的我哥根本没反应过来。放学后，我哥又想叫住于白，他想让他跟回家帮他补课，毕竟笔记上说了放学后，这可真是个激情澎湃的词，却被于白冷着脸拒绝。找你的元哥去。说完他抬脚就走，不给我哥半分的反应时间。我坐在车中，看了看步伐缓慢，窜之越走越慢的某人。我再看了眼还站在原地消化于白意思的哥哥，恨铁不成钢，哥你还不快追。哥哥却突然反应过来，一下子坐进了车里。于白可真聪明啊，他今天没空，我让元哥教我，两不耽误。不，他没你聪明，你这个大聪明。车子从于白面前经过的时候，我对上了他黑如炭的面色。我吞了口水，问坐在旁边的哥哥，
你还记得你的初衷是什么吗？哥哥显然不太记得了。那天他看着我的目光极其认真，当然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了。我抿唇不语，不知道他又被谁给洗脑了。可是学习总比谈恋爱好，尤其是跟男的，要是爸爸听见了，还不得气死。早在于白在我家第一次遇见爸爸时，我爸就表现出了异样。时常乐呵呵的小老头在看见于白的脸时，立马顿住了神色，少见有几分认真，甚至还向我打听。可我嘴严，硬是没透露一个字。但是当事人嘴宽啊，我哥几句就被爸爸这个老江湖套了话，甚至连于白的出生年月都被套到了。爸爸走时精神恍惚，嘴中还不停小声念叨像，简直太像了。我不明白他说像的是啥，是我哥像傻瓜，还是像男童？我爸没说。我和哥哥还不记事时，妈妈就没了。这些事情爸爸也没个人能讨论。于是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以示安慰，没事，哥哥不行，你还有我。哥哥搞男童生不了，我能啊。咱家资产交给我保管没毛病，我属性正常。谁知爸爸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只又欲言，最终叹了口气，背着手摇头晃脑替离开了。我回房怒刷2本卷子，老古板。下楼喝水时，看到爸爸正趴在哥哥和于白坐过的沙发上，在找些什么。见我下楼，他轻咳一声，直起身子掸了掸身上不存在的灰尘。我眼尖的看见他手上拿着几根头发。爸，打扫卫生这件事让陈嫂来不就行了？老爸没说话，敷衍了我几句离开了。校庆到了，每个班都要出个节目。我班定了话剧《睡美人》，排练到一半，好死不死和梨园那个班撞了。于是2个老师决定一起合作，只是主演的人选有了分歧。梨园因为温润如玉及其具有欺骗性的气质，成功当选王子，而扮演睡美人票数最多的是于白。于是节目人选定下当天，2个主演的脸都是黑的，只有那些小迷妹嗷嗷叫的双通红。我跟那些损友捶胸顿足，暗恨自己没有想到这一出。不过能看到于白脸色难看，他们就高兴。一放学就直奔高奢店，是要买到最好的仪器和最高清的镜头。我啧啧出声，谁知还没出校门就被人拦住了。来人嘴角嚼着笑，眼中闪过狐狸般的光。元哥平时对你挺好的吧？我皱眉，把我剪掉的好。梨园咳嗽了2声，其他的呢？我想了想又说，给我哥吃糖，把糖纸给我折纸喝。给我哥买玩具，送我穿裙子的奥特曼。3排玩游戏，你回去接我哥，让我中路随便死。梨园呛住了，又开始干咳。看着他面红耳赤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，我点了点头，也算能理解，毕竟偏爱嘛。想起他回国那天给我带回来的礼物，我勉为其难，还凑合吧。那让你哥来演睡美人。我吗？我有这能力？我还真有。聪慧如我，不单单是普通的千金小姐大学霸，实际上我还是学校论坛的匿名写3，时常在论坛磕 CP 写同人，手下一堆嗷嗷待哺的腐女宝贝。只不过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。我疑惑的看向他，还没问出口，就看见他微微一笑。我是管理员。我怒骂，该死的开挂选手。我回家怒骂 CP 文，为了宣泄怒气，把哥哥写成了世间罕见的强制攻，把梨园王成了被强制爱，每日腰酸背痛的病弱兽。虽然人设不对，但反差萌依旧让腐女宝贝们磕到飞起。梨园面色不好，但发不了脾气，因为事情的确像最初设想的那样，我哥被推上了睡美人的宝座。于白一开始就没打算演，于是一直摆烂不合作。可没想到来接班的人是我哥，于是我又被堵了。又是我。
此处应有表情包。我想当王子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想当就当啊，我还想当世界首富呢。于白一挑眉，笑罢受不了，你也不想被叔叔知道吧？我立马装乖巧，说当咱就当，谁能有你会当啊？一当一个不吱声。对于于白知道我的屁灵文作品这件事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我看到他的计算机成绩满分，我立马回家下载杀毒软件，里里外外都杀了一遍。妈的，总有黑客想毁朕的清誉。于是我又连夜干了篇强制爱，没变的试工兽变成了于白。不太对啊，怎么大大最近总是写哈宝当工？明明于白和梨园更适合啊。楼上你懂什么？单纯直白攻才够劲。兽说不行了不行了，攻听不懂，越来越狠，多好磕。去污粉，快给朕来点去污粉啊！话说回来，我觉得奥利奥才够劲。哼，区区2根，我们哈宝绝对可以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大大快写！我的眼睛说他想看，可我没空理会这些评论，因为我正接着于白的电话。你好得很，咬牙切齿，听着就让我心情舒畅。腐女宝贝的力量是强大的，是正直的，是无私的，也是牛批的。全校女生一起投票，事情已经无法预料。他们觉得公主殿下，我哥饰演，既然身为公主，有2个男人怎么了？区区2根，学校不能这么古板，不古板的学校，不古板的老师不同意。千金小姐1号，我让爸爸捐栋楼，呸下。千金小姐2号，我哥是某某高中的全国状元候选人，我让他转过来。刚挂电话的千金小姐3号，刚刚收购了学校的股份，希望校方能好好考虑一下。校长一脸懵逼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冲着老师们咆哮：青春可爱的学生们有点小爱好，肿么了？肿么了？校庆嘛，开心最重要了，让他们演。于是这件事过后，那2个人都觉得我不靠谱，他们开始了互斗，都想对方演不了。又一次排练，梨园伸脚扮了于白，却被他一脚踩了上去。看着2人，一个强忍着愁牙咧嘴，努力保持形象，一个面不改色，惊讶问话，气死人不偿命。我乐呵呵的坐在旁边，边看戏边吃零食，看着看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。哥哥他素来没心没肺没脑子，更不会有害羞扭捏的表情，因为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。可正式排练的时候却有点不得了了，他们3个当局者迷，我却看得分明。哥哥面对梨园时大方自如，台词稳健，可在面对装扮好的于白，他似乎连对上目光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躲躲闪闪。我震惊的放下薯片，原本不在意，是觉得我哥不可能会弯，可现在我真的不确定了。排练过后，我将哥哥拉到一旁，准备给他洗洗脑，却发现他好像还没察觉到，一脸疑惑的看着我。我可是跟老六他们都打赌了，我必定赢他。现在我和于白那小子已经处成好兄弟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我为啥放弃啊？我无语。既然他还没发现，我还是不戳破的好。只是在于白又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我紧跟左右，可没想到和我一起跟着的还有我下了班的老爸。我很欣慰，好在跟我一样紧张的还有我的好大爹。可是他的眼神为什么有些不对？他看向于白的目光有思念，有如沐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咋办？好像我家的2个大男人都有些不正常。原以为校庆当天呈现在台上的又是雄竞大战，谁知还没开场就有1人住进了医院。为了争夺我哥的荧幕初吻以及现实中的初吻，2个大男人斗得有些过火。是的，排练的时候还没亲
梨园给于白经常乘坐的那班公交车塞了钱，直接雇人坐车将车厢包了，又安排一群老大爸老太太在于白身边走来走去。平时在超市能手提铁锅抡得虎虎生风的大爷大妈，一个个都颤颤巍巍排队向于毅寻求帮助。一旦于白着急想走，就立马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天喊地。等到于白帮完他们，已经过了2个小时。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声音颇有些急切，还没开始吧？我看了看卡地亚，快了。让他等我，我顿时笑了。你谁啊？干嘛非得等你？因为我哥有变弯的倾向。此时我对于白的印象很是不好，语气自然也不会客气。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？难道要全校等你一个人？对面没有回话，直接挂了。过了一会，我哥的手机响了。哥哥看了我一眼，一接听对面就传来于白急促的声音：别上台，跟我走，我不耐烦。咋的？还要连累我哥？顾啥？我答应跟你交往。我愣了。我哥瞬间狂喜，声音也有些激动。好。哥哥直接冲出门。我着急，那演出咋办？我哥，你上，反正你都看这么多遍了。又是我。此处应有表情包。校庆当天，我黑着脸上台，梨园黑着脸接戏。我们就像是被巫师操控的木偶，表情僵硬的蒙混了过去。就连睡美人的部分都是梨园背对观众，咬牙切齿小声问我：你哥呢？我同样咬牙切齿，跟于白私奔了。原本看我上台淹了的腐女团成员顿时激动。哎呀妈呀，老娘磕的 CP 是真的！我面色一僵，身上有话筒。之后几天，哥哥和于白甜蜜了一阵，他的那些损友又开始出来刷存在感。怒斥哥哥到手了，就要开始甩了于白才对。哥哥有些为难，可是刚谈没多久。你后悔了？你小子不会真弯了吧？看上了个穷小子？那群损友夸张大喊，又嗤笑成一团，挖苦嘲笑。我皱眉，有些看不惯。刚想上前理论，就看见一个身影冲了上去，砰砰几拳打得人哭爹喊娘。人影退开，就见那人是梨园。他此时温润的气质全失，揉了揉手腕，嘴角分明带笑，却带着几分不屑。老子出国的时候，就是你们几个狗东西教坏了小哈。真该死啊！领头的那个老六被揍了一顿，犹不死心，欺软怕硬，偷偷瞪了我哥一眼，对着梨园小声嘀咕：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？整天哥哥长哥哥短的，还不是从就盯着他的屁股。话音还未落，又被梨园狠狠揍了一拳。这一拳没有留手，直接打掉了他半颗牙。是，我是喜欢他，这是我的自由，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你看不惯，有什么不满尽管来找我，但凡我在外面听到有一句关于小哈的不好，你就给我等着。被揍趴在地上的老六抖了抖身子，再不敢言语。虽都是一个圈子，但也论高低，还是离家独大，顾家紧跟其后。原本以我哥和梨园的身份，这些人是不敢得罪，只有讨好的分。可哥哥自小被爸爸宠，被梨园宠，现在又多了个于白宠他，脾性绵软，好的没话说，才会令这些人得寸进尺。那天过后，再也没人在哥哥面前瞎说话，而哥哥却突然忧愁了起来。我看着摆弄着勺子的哥哥，发出疑问：咋了？你说我该不该和于白分手？我被汤水呛到，为啥呀？我又不是男童，这样算不算欺骗他的感情啊？而且这段感情起源于打赌，我既觉得不太好，我沉默了。这件事我不好评价，总不能撞多着我哥去搞基吧？这样不好。然而我哥还是跟于白分手了，具体怎么分的我不清楚，只知道那天于白的脸色黑得能滴墨，神情吓人。我猛咽了口唾液。你告诉他了？我哥垂头丧气。对，拿他打赌的事，欺骗他感情的事，我有些紧张。还有呢？还有搞到手就羞辱他的事，还有笔记，他都知道了。我没想到，我万万没想到
哥哥竟然暴露的这么彻底。往后几天再也没见到于白的人。听说他是有保送资格的，我也就没太愧疚于怕他因为情商影响高考。原以为这年少的交往会随着时间慢慢缩小影响，谁知哥哥竟然肉眼可见变得沉默。我还看到他时常看着一个方向发呆。直到高考过后，于白一直没回过学校。谢师宴上，哥哥的目光一直在寻找，然后又从期待变为失望。直到我哥生日宴，爸爸带回来个少年，竟然是消失已久的于白。台上爸爸拉着于白，哭得老泪纵横。台下众人一脸懵逼，不明白这出真假少霸的戏码怎么会出现顶级豪门之中。可这并不耽误那些老江湖反应速度之快，一时间围着哥哥的众人慢慢远离，开始跟着于白攀谈。巨大的反差令哥哥有些不适应，此刻的他就像是被原先的世界排外，隐约可以听到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嘲笑声。我走了上去，无视那些异样的视线，抱住哥哥的手臂。我都叫你10几年的哥哥了，早就习惯了，我可改不了口。哥哥感动，他热泪盈眶，抬手就要把我熊抱进怀，手伸到一半就被于白挡住。于白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不善，但看向哥哥时，他勾起了唇。顾瞻，现在她是习的妹妹，你不能抱。我哥瞬间被气得没了愧疚心，可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，感觉有些难堪。我想出言帮几句，却被于白冷眼扫过，冰冷的气息似乎都在脖子处环绕。察觉到他想赶我离开，立马识相。他们夫妇俩的事自己解决。呸！究竟是哥哥不能抱我，还是我不能抱他？醋吧，就醋吧。一醋一个不吱声。梨园因为去准备礼物来得晚了些，等听到风声，他立马赶了过来，看向我哥的眼神满是心疼，挡在我哥面前，想要为他挡去所有不善的目光。可被最不善的目光盯的人是他。我顺着目光看过去，是于白，他的笑容没有温度，看了眼拉住哥哥手的梨园。生日宴抢别人的男朋友是不是不太好？你引以为傲的风度呢？梨园，我并不觉得因为一场赌约而产生的关系算是恋爱，更何况你们不分手了吗？于白笑了，分手？我没同意啊！全场又再次震惊。他们没想到，一场平平无奇的豪门宴会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。真假少爷的瓜还没吃完，又来了2男争1男的瓜，其中一对还是那对真假少爷。真想看看顾家老爷子的脸色呀！他们偷偷瞥向顾家老爷子，却见他面不改色，依旧是乐呵呵的模样。他们大惊，果然不愧是大佬，喜怒不形于色。然而私下里，我却收到了自家老爹的信息。ATM 咋回事？咋就分手了呢？本本报，嗨，一言难尽。ATM 都是自家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小安娶不了小白，就让小白娶小哈呗，分啥手？你爹又不是老古板，可时髦了。我想老爹估计是2个儿子都舍不得，一个是从小养到大的单纯可爱小暖宝，一个据说像极了我那早死的妈咪。还没等我想完，老爹又是一句，炸得我脑干疼。ATM 亲儿子就是要在外面受受苦没事，童养媳在家享福是应该的，就当是给你哥养了个童养媳多好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真该让那些吹捧我老爹深沉神秘的人看看。我老爹活宝。晚宴散去后，人们还恋恋不舍，想要看八卦。只有梨园是真切实意的提议，让我哥去他那住，把我老爹气得吹胡子瞪眼。离家小子，就你家有房子有床，我家没有吗？赶二走，梨园无奈，他能和于白争，能和其他人打，可那都是平辈之间。面对长辈，他还是很谦逊的，只能先行回去。晚上10点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不想再看这场闹剧，拉着哥哥准备上楼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于白的声音：“我们小啥住哪一间呢？”真是的，又是学梨园的语气，酸里酸气的叫小哈，又是问哪一间。明明他进去那间房都好几次了。我转头，干啥？
于白勾唇，我想住他那一间。他的语气稀松平常，可也就是因为这份平常，让人觉得异常强势。察觉到身旁的哥哥有些失落，我立马瞪了眼老爹。什么人啊？刚来第一天就想抢房间，还非得要我哥那间？爸，咱家穷到只剩一间房了吗？我没好气。小白啊，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他俩旁边。你要是真喜欢小啥那间房一装修风格，爸明天就重修。老爸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我想着于白应该也会见好就收。谁知他又开口，立马就让我愣住了。于白笑了笑，爸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和他一间。我长大嘴巴猛摇头，更不行。我不同意，我哥现在的状态我真怕，他俩晚上于白说些不该说的，刺激我哥。我现在是哪都看于白不爽，总觉得他的目的不单纯。可我没想到他如此不单纯。拒绝于白的无理要求后，他笑着说了声，那还真是可惜，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算了。谁知半夜起来喝水的功夫，就见到于白的身影摸进了我哥的房间。我赶紧冲上去偷听，准备一听到他说些刺激我哥的言语，就立马揍他。可谁知还真是刺激啊！一阵扭打声过后，世界安静了。我透过没关严的门缝往里看，只见我哥的手被于白按在上方，那姿态活像韩漫中欠了几百亿债的小受。占了我的身份，逍遥了这么多年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于白俯下身亲了我哥一口，直起身子又说，玩弄我的感情又甩了我，这也是你欠我的。他又亲了一口，目光变得危险，语气却有些委屈。你明明欠了我这么多，拿你自己来还也没错吧？而且你也成年了。我哥咆哮，我真不是同性恋啊。你不是吗？于白的目光有些迷茫。那你为什么要在笔记中臆想我？又为什么会对我有反应？太污了，我不忍直视。虽然血屁灵文，但我没见过实操啊。看来今晚哥哥不会被刺激了。我仗着个大红脸，轻轻为这两人带上房门，然后飞速跑回房间。第二天，我下楼时在角落的垃圾桶里看见一个礼物盒，有些眼熟。看了半晌，发现是梨园昨天来晚了，手里拿着的那个。跑了大半个地球，买回来的东西就这样被孤零零的扔在角落。我没忍住好奇心，打开一看，是那块哥哥随口一提的手表。这款手表全球限量，且已停产，也不知道梨园费了多少功夫才拿到它。我啧啧出声，竟然丢了，简直暴殄天物。谁知一抬头就对上于白的目光。我愣了一瞬，我哥呢？他淡淡一笑，还没起，还没起，还没起，禽兽啊！可没等我感叹完，于白的目光落到我手上。你喜欢这个？我一愣，此时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。还行吧。哦，于白回应了一声，再无言语。此时的尴尬令人窒息。有人过来打破了沉默，简直是救了我的狗命。我连忙拉住陈嫂，连拖带拽的进了厨房。草草地吃了一顿后，我想起可能运动过度的哥哥，就让陈嫂又做了一份。打开门时，哥哥还睡着，露出的手腕手背上点点红印，洁白如玉的手指上套着个戒指。床头柜上有一份饭食，可等我再细看，却看见尚且温热的碗下压着的是一份已经签了字的股权转让书，是他将老爹给的所有原始股份都给了哥哥。顾家作为顶级豪门，1%的股份都够普通人无忧无虑生活几辈子皇帝一般的生活，更何况这是老爹给的作为继承人的股份。给了这个，于白就算再是亲生的也不顶用，分分钟变成穷光蛋啊！我愤愤不平的拍了张照，拿去找老爹。我一脚踹开老爹的门，咆哮：爸，你要给我的也给他了！正在办公的老爸吓得一激灵，看到是我，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拿起桌子上的纸就踩了过来。我爆炸委屈，就想到你重男轻女，我哭死，我现在就哭死，去找我妈告阿姨她你不疼我，
让他别来你梦里了，打滚，满地打滚。那张纸是给你的那份，我立马姿态优雅的扶了扶头发，面色红润，捡起纸细看。谢谢爸，因为于白的那份给了我哥，我哥就有了双份股权，占比巨大。一时间更没人再敢提我哥不是亲生的事情，因为外人觉得拥有如此大股权的他依旧受爸爸重视，可当事人根本不觉得。那天过后，他似乎被于白那一串的欠洗了脑，于是他想要补偿于白，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顾家给的，所以脑子秀逗的他趁着暑假去打工了。他是真的分不清怎样装穷打工，做宾利送外卖，做幻影发传单，开迈巴赫接滴滴。一段时间过去，钱没赚到几个，身后多了一连串的追求者，气得于白脸色难看了好几天。可劝他的话，我哥根本不听。我严重怀疑哥哥还是长脑子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用欠于白的这件事来回复斥？噎得于白不行。可当于白看向他那双真诚的眼睛时，又说不出拒绝的话。于是我便看到哥哥接滴滴时，副座位坐着个门神，死死的盯着每一位顾客。再次收到一次差评后，哥哥怒了，直接骂了于白一顿，把于白气到不行，被赶出车子就给我打电话。我听到经过后笑得前仰后合。于白，想办法让他给我道歉，要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又是我啪的一声挂断电话。谁知道这两人还真的开始冷战了。而我也经常受到于白的骚扰，他啥时候给我道歉啊？我想和他说话。今天他打算给我道歉吗？一个人的夜好冷，再不让他给我道歉，我就去道歉了呀。说话，你是死了吗？我翻了个白眼。我哥被黎元约出去了，好像是去，啪的一声，电话被挂断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枚被我嫌弃钻小的戒指是于白每天打工赚的。他自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无父无母，吃的穿的都是靠着奖学金和微薄的工钱。可和哥哥在一起后，他又想拼命对哥哥好，他想和哥哥有些牵绊，于是用尽身上所有的积蓄买了这枚戒指。后来被我爸认亲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想伤害哥哥，就隐瞒了下来。可后来经历情伤，感受欺骗，他的心态不稳，有了些报复的心思。在爸爸再一次提出想接他回去的时候，他答应了。他想要看到那个人看到他时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可再次看到哥哥，他又心软了。于是他想让哥哥永远别想逃开他。可那些教唆哥哥欺骗他的人，于白不会这么心软。面对顾家人的蓄意报复，那些人根本招架不住。于白素来是个心黑的，那些人不是喜欢看笑话吗？那就让众人先来看看他们家族的笑话。于是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那些家族的丑闻，就连陈年旧事都被挖了出来。就在他们忙于解决桃色新闻、豪门龌龊的时候，他又从公司下手，整垮了好几家又低价购入那些有潜力的项目。当那些人求上门的时候，他一概不理，陪着我哥看奥特曼。看着这些昨日尚且繁华耀眼的人们痛哭流涕，我感觉到彻骨的寒。凭借于白的能力，若是他不是顾家人，若他蓄意报复，若他对哥哥爱意再少几分，我家是不是也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可我又摇头。顾家不同寻常，可现在的于白尚且年轻，锋芒毕露，是斗不过顾家。若他潜心蛰伏，伺机而动呢？于白的眼睛看向我，微微勾唇。我扯出个笑，别怕，别怕，他是恋爱脑。恋爱脑没什么可怕的。接手公司后，于白和黎元的斗争转战到商场。可黎家和顾家合作多年，关系早已根深蒂固，更何况于白碍于老爹和我哥，不敢欺过分。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黎元被于白按着头压制，平和只是表面的。
好在哥哥和于白成婚后，梨园也就没多纠结，更多的是伤心。可他依旧时不时来我哥面前刷存在感，气得于白要死，却拿他没办法，只能在商场上更过分了几分。于白他浇死了梨园的发财树，爸爸给我分了好几家上市公司，让我刚上大学就成为了顶级富婆，男模腹肌随便摸，姐妹包包我全包。直到有一天，爸爸语重心长：“仔啊，该找男朋友了。”我哥不是有男朋友吗？爸爸一时语塞，我是说你什么？信号不好，我听不清，先挂了哈。